上回说到，为了从阿龙手下救出娜美以及可可西亚村的村民们，路飞一伙与阿龙海贼团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最终以路飞一脚踏平了阿龙乐园，结束战斗。草帽一伙完胜阿龙海贼团，可可西亚村迎来了解放。这场战斗中，索隆受伤最重，岛上的医生一边为索隆医治，一边埋怨道：“你们连个船医都没有吗？”路飞听后恍然大悟，下一个目标一定要找一个船医，还要找到音乐家，因为海贼都是要唱歌的。娜美去看望了贝尔梅尔的坟墓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如果贝尔梅尔知道我去做海贼，他会同意吗？”风车大叔说：“当然不会，他怎么会让你去做海贼？”诺奇高笑着说：“会同意的，而且就算他不会同意，你会听他的吗？”村子的庆祝宴会持续了3天，这8年来，大家都生活在压抑和痛苦之中，很久没有这样欢快自由过了。3天后，草帽团准备起航了。娜美将辛苦攒了8年的伊贝利留在了村里。在草帽团起航的前一刻，娜美一个冲刺跳到了船上，她不想看到煽情的告别，就在这里开开心心的和大家挥手说再见。风车大叔头上的风车不见了，大叔说：“我把风车堵在了新世界。”开个玩笑，现在已经不需要风车了。原来那个插在头上的小风车是小时候为了哄娜美开心插上去的，现在娜美已经很开心了，发自内心的开心。黄金梅利号慢慢远去，向着下一站前进。山治贴心的在梅利号上种植了一大片橘子，既可以供娜美怀念家乡，又可以用来观赏。最重要的是解决了长途航海的维生素摄入问题。这天的世界经济报涨了价，娜美一边抱怨，一边将零钱丢进送报海鸥的口袋里。打开报纸，一张悬赏令飘了出来。大家看清悬赏令后，发出了惊呼声。路飞以3000万贝利的高价被悬赏了。登上悬赏令意味着闻名世界。在平均悬赏金500万贝利的东海，悬赏金过1000万的海贼寥寥无几，而路飞居然刚崭露头角就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，这让海军非常头疼。不多说了，必须将这株有可能威胁世界的海贼毒苗摘除。路飞和乌索普为出名而跳舞庆祝，娜美一脸担忧：“你们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全世界都要盯上你们的脑袋了。”果然，梅利号离开可可西亚村不久，就遭遇了为了赏金而来的海军的袭击。这个海军是几日前在巴拉蒂海上餐厅见过的那个怂货铁拳霍波迪。霍波迪一见路飞的悬赏令，立马来劲儿了。没想到这种小鬼悬赏金居然能达到3000万，以自己的本事收拾成年海贼虽然很困难，收拾未成年海贼还不是信手拈来。只要能把这个3000万的海贼收拾了，自己必然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重回人生巅峰。霍波迪立马整顿了手下的海兵。这时刚好草帽海贼团从霍波迪的军舰边缓缓路过，远妙不可言。路飞看到破破烂烂的军舰，嘀咕道：“这里有一堆残骸。”霍波迪气得大骂：“你们瞎了，这上面有人的！”路飞说：“大叔，你是遇到什么海难了吗？要不要我帮你一把？”霍波迪拿出悬赏令：“蒙奇蒂路飞，我要逮捕你！”霍波迪一声令下，大炮齐刷刷地对准了梅利号，结果一发炮弹被索隆砍了，一发炮弹直接炸了膛。霍波迪下令打近身战，路飞还没动手，海兵们已经被索隆和山治吓得跳了海，赶走了海军。娜美拿出航海图研究一下，目前他们一伙人正接近伟大航路。进入伟大航路的方法只有从颠倒山上翻越过去，在进入伟大航路之前，必须要采购一下远航所需的物资。刚好距离红头大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，名为罗格镇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，又名开始与结束的城镇。这里是海贼王戈尔蒂罗杰出生的地方，也是罗杰被处刑的地方。娜美问：“要去看看吗？”路飞难得露出严肃的表情：“我要去看看得到 One Piece 的男人出生与死亡的城镇。”在去往罗格镇的路上，娜美突然想起来那个消失已久的卑鄙海贼小丑巴基。在草帽团惦记巴基的同时，巴基也在惦记他们。一想到路飞，巴基就恨得牙根痒痒。自己费尽心思的求生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找到草帽路飞，狠狠地报复他。不过自从被路飞揍了以后，巴基的气运就一泻千里，比跳楼机下降的都快。他的海贼船，他的小弟们，甚至他的躯干都丢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流浪，可谓是干啥啥不行，做什么都不顺利。在一座无名荒岛上被野鸟欺负了一顿后，巴基飞到了相似大叔所在的稀奇动物岛。两个身高不足1.3米的迷你小人互看不顺眼，在岛上大打出手，互薅头发。打累了之后，相似大叔准备一枪了结了巴基。从巴基登岛之后，就感觉这个家伙图谋不轨，恐怕是来盗猎的。巴基表示，本大爷只对金银珠宝有兴趣，就算是死了，我也是大海贼小丑巴基大爷。
一听巴基是海贼，箱子大叔顿时眉开眼笑，表示一切都是误会，鄙人以前也是做海贼行当的。二人握手言和，冰释前嫌。箱子大叔邀请巴基在岛上住下来，并把自己精酿的浊酒拿出来招待巴基。巴基对箱子大叔印象大好，许诺等自己的海贼团重建了，请箱子大叔加入进来。我的海贼团需要你这种人，因为你拥有海贼精神。箱子大叔很感动，他想起来遇到过的草帽路飞，那个年轻的海贼和你一样豪爽，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巴基嘀咕道：“为什么你碰到的年轻海贼这么友善，我碰到的年轻海贼野蛮又过分？就因为他，我才流浪到现在。”两人畅聊一夜，第二天，箱子大叔给巴基打造了一艘木筏，两人眼含热泪挥手告别。结果，巴基刚出海就遭遇了大闸蟹的攻击，险些就地淹死。这时，一艘海贼船缓缓经过，一个美女海贼干掉了大闸蟹，把巴基救上了海贼船。这个美丽的女海贼早闻巴基大名，她救巴基上船就是为了与他联手，共同对付草帽路飞。两人虽然从不相识，但他们的敌人都是路飞。对了，这个女海贼的名字是亚尔丽塔，没错，就是当时那个拥有东海乔碧罗之称的死肥婆。亚尔丽塔问巴基：“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巴基说：“我必须先找到我的小弟们。”巴基的小弟们与巴基走散后，每一天都在积极地寻找着他们的船长，找了几个月都没有任何消息。小弟们自然想到巴基大概是在海上遇难了，于是他们来到一个孤岛，给巴基办了一场葬礼，风风光光地送大哥上路。葬礼举行到一半，巴基的两个大孝子卡巴吉和驯兽师摩奇为争夺船长之位打了起来。两人从白天打到黄昏，从黄昏打到深夜，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被狮子收割了人头。狮子被选为新的船长继承人。船长登基仪式还没开起来，全团又遭遇了当地的食人部落。就在此时，巴基和亚尔丽塔登陆了小岛，找到了卡巴吉和摩奇。巴基带着小弟们团灭了食人族，与亚尔丽塔一起复活了巴基海贼团。海贼团出海的第一个目标很明确，那就是草帽路飞的脑袋。很快，草帽团就沿着地图指示的方向顺利地登上了罗格镇。乌索普和山治分头去采购物资，索隆想买2把趁手的佩刀，纳美去寻找漂亮的衣服，路飞只想去看看罗杰曾被处死的处刑台。罗格镇作为海贼们的精神圣地，必然是海军把守的重要城镇。虽然满大街看不到海军，但海军却无处不在。这守罗格镇的人物是海军本部上校烟雾果实能力者斯摩格，海军本部中的猛将之一。以前罗格镇是那些想进入伟大航路的海贼们的聚集地，自从斯摩格掌管这里之后，进入罗格镇的海贼们全都被一个不剩的丢进了监狱。他是草帽团进入伟大航路前遇到过的最强的海军。草帽团刚登陆罗格镇，斯摩格就收到了消息，3000万贝利，赏金不低呀，希望能找点乐子。斯摩格满怀期待地来到港口，看到一伙海贼在这里大吵大闹，他以为是草帽路飞，没想到只是个路人甲而已。斯摩格不费抽烟之力就把这群海贼全部给收拾妥了。一名海兵在一边奉承道：“不愧是斯摩格上校，这么快就把草帽一伙给收拾了。”斯摩格说：“眼睛不需要，可以捐出去，他们怎么可能是草帽？如果这种水平的海贼值3000万贝利，世界就完蛋了。”斯摩格话音刚落，路飞就溜溜达达地走过来，向斯摩格打听去出行台的路。斯摩格虽然没见过他，但从他的举止气质大概可以看出来，此人并非普通的观光客。罗格镇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关于罗杰的传说，那是当年那个时代唯一敢挑战伟大航路的男人，也是唯一一个征服了伟大航路的男人。22年前，那是一个和今天一样闷热的下午，在通往出行台所在的广场的大道上，虽然罗杰被戴上了手铐，可他就像个凯旋归来的将军一样阔步前行。拥有财富、名声、力量，拥有整个世界的戈尔蒂罗杰虽然朝着死亡前进，但他简直就是个高傲的王者。罗杰坦然自若地登上出行台，要求刽子手拿掉自己手上的手铐。刽子手紧张地拒绝了。罗杰笑了：“我如果要跑，谁能拦住我？”罗杰在出行台上坐了下来，人群中有人问他：“海贼王，你把宝藏藏在哪里了？ One Piece 真的存在吗？”罗杰哈哈大笑：“想要我的财宝吗？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全部给你。”罗杰最后的遗言让世界为之震动，也让海军和世界政府惶恐。就这样，罗杰在世界的欢呼中死去，留下一段不灭传说。所有的一切由此开始。